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也到了20%以上，也就是说5个年轻人有1个是没有工作的。我个人觉得呢，中国重复日本的迷失30年。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股票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咯。那记得当时候日本房地产的泡沫爆破了之后，跌了30年。那现在中国会不会像日本一样迷失30年呢？首先，我觉得中国跟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年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有了当时的经济奇迹。中国在90年代开始，特别是加入了 WTO 之后，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也是迅速的创造了比日本更大的经济奇迹。这2个国家经济都是非常的繁荣，非常强劲的出口，赚了很多的外汇，这些钱到了本地市场之后，带来了资产的泡沫，房地产的价格也是越来越贵。到了经济泡沫爆破之后，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浮现了。那除了房地产这个泡沫之外呢，当年的日本出口开始流到了韩国和其他的亚洲地方，那现在中国的出口也开始流到了越南和印度，所以这2个国家曾经都是非常依赖出口，之后都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当年泡沫爆破之后，因为日本经济非常不好，所以停止了到大学里面去请大学生，直到那几年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了日本迷失的一代这个称号。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也到了20%以上，也就是说5个年轻人有1个是没有工作的。那当年日本是用了大量的量化宽松，是第1个国家出现零利率甚至到最后负利率的国家。中国现在也在量化宽松，把利息降下来，使到人民币也像当年的日元一样不断的贬值。当年日本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信心，使到日本的内销是长期的疲弱，通胀基本上是不存在，甚至有几年还有通缩。中国是没有通胀，甚至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会出现通缩。那同时呢，现在的中国在面对的是人口老化和出生率的下降，和当年的日本面对的相同的问题。然后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很勤快，喜欢做工作，又喜欢省钱，不喜欢先花未来钱，赚了钱就要存起来。所以我们看到2个国家的国民的储蓄率都是非常的高，跟美国的消费者靠信贷来消费是不一样的。所以日本和中国是非常依赖出口来消化他们生产出来的货品。那当我们看到90年代的日本出口开始输给了韩国、台湾和其他的亚洲国家，现在中国的出口也开始有一部分流到了越南、柬埔寨和印度，2个国家的企业都面对着相同的挑战。但是我个人觉得呢，中国不会重复日本的迷失30年，最主要的有2个原因。第一个，在日本整个经济来说，是大财阀企业垄断了整个经济。我们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丰田啊、松下啊、索尼啊，几十年都是这些企业垄断了整个日本的经济和出口，很少听到有初创企业或者新的名字的出现。整个日本的劳工市场基本上是很少出去创业，他们所盼望的是终身被那些大企业所雇佣。所以当90年代那一批大
大学的毕业生错过了这些大企业的招聘期的时候，他们是一辈子没有机会进入这些大企业工作，而一旦进入了这些大的企业受雇了之后，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这些企业出来创业，因为万一创业失败了，又回不去以前的雇主，这个创业的风险和代价是太大了，可能也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所以在日本创业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10几20年新出来的企业，无论是阿里巴巴、京东、美团，甚至现在的很多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高科技新经济的领域，新的名字是不断的涌现。在中国也没有人盼望终身受雇于一家企业，他们敢于去创业，这个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中国政府也主动的打压那些垄断的企业，就像我们看到前几年中国政府规范了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垄断的企业，就是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去让新的初创企业能够竞争和成长。那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就是日本本土的人口要远远比中国的人口要低，日本靠本地的消费是完全无法支持国内的生产，而中国的人口有14亿这么多，全世界的华人也有相当的一个市场。如果中国的企业能够把握做好国内的市场和全世界华人的市场的话，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市场了。所以我相信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不会重复日本未来的迷失30年。Oh, I see. 爸爸，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呢？首先呢，我们要看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周期。那一般的人来说，在下跌的股市里面，他们总会悲观的认为这个股票市场会永远的往下跌，他们看不到这是一个周期，有一天这个股票市场会转势。相反来说，在上涨的股票市场里面，他们也会幻想这个股票市场 always go up， 永远会上去的，只要傻傻的 buy and hold， 结果他们还是错过了离场的时候，到最后泡沫爆破。那我们看懂这一点之后，只要在最悲观的市场里面去寻找起飞的行业和优秀的股票，等到这个股票市场谁都是亢奋的时候，我们离场，那你就很容易做到低买高估。其实只要把握到一次周期，就已经能够达到财务自由了。Oh, I see.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要投资先求知，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投资，记得点击下面的链接去领取我们限时免费的课程吧。那大家觉得中国会不会像日本一样踏入一个迷失期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讨论。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喽。